先给各位埋个伏笔，一对父女，一个是糙汉教练，一个是暴脾气拳手，日常练拳比拌嘴还凶。可谁能想到，这看似鸡飞狗跳的训练日常，背后藏着能掀翻整个地下格斗圈的惊天阴谋。汉子2026全程无尿，怼人爽，打拳燃，黑幕看得人脊背发凉。故事一开场，卡特父亲教练和纳奥米女儿拳手，也就是剧本里的 Naomi 的训练现场，直接把相爱相杀焊在屏幕上。拳台之上，卡特手把手教纳奥米格斗技巧，糙话不离嘴。拳台之下，俩人能为一双鞋子吵翻天，鞋子乱放，卫生邋遢。卡特吐槽起来毫不留情，还拿粉色运动鞋开涮，说巴兹这是唤醒了自己的少女心。纳奥米也不甘示弱，怼得卡特哑口无言。俩人一口一个蠢货，好姑娘嘴上互损，眼神里全是默契。这家庭动态真是得像隔壁家妇女，又藏着教练与拳手的严苛羁绊。卡特务实又毒舌，幽默里裹着粗粝的关怀。纳奥米强势敏锐，出拳快，嘴更快，行动力拉满。这对组合注定不简单。平静的训练日常被一场突袭彻底打破。反派鸣笛霸气登场，一上来就自报家门，说是格雷戈尔的左膀右臂，语气狂得没边，直接甩出重磅消息：我已经搞定了卡特的全球邀请赛名额。紧接着，阴谋直接摊牌交易。要么卡特在决赛中故意放水输拳，要么就别想让纳奥米站上2年后的女子锦标赛赛场。鸣笛还特意放狠话，揭露了格雷戈尔的行事准则：他会照着听话的人，至于不肯顺从的，只会凭空消失。一句话道破地下格斗圈的真相：没有规则，只有资本和暴力，服从或者毁灭2选1。这场交易直接拉开了悲剧的序幕，卡特的结局让人破防。纳奥米早就察觉不对劲，警告卡特，他接下来要对阵的对手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型拳手，而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这人曾经硬生生砸碎过别人的头骨，连一丝悔意都没有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对手的异常强悍根本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鸣笛给的外挂、TRT、睾酮替代疗法，甚至可能还有 HGH 人类生长激素。说白了，就是靠违禁药物堆出来的怪物。随着剧情推进，鸣笛的系统性犯罪证据被一一揭开。他不光给这个疯子选手下药，还给卡特、基尔、戈尔德等多名拳手提供违禁药物，用药物操控比赛走向。而他拿捏卡特的筹码，正是纳奥米的参赛梦想。可惜卡特骨子里藏着拳手的尊严，宁死不肯放水，最终被鸣笛针对性击杀。那个被药物催出来的非人强悍，最终变成了夺走他生命的利刃，也让纳奥米彻底看清了这个圈子的黑暗。纳奥米要面对的女子锦标赛比想象中更残酷。卡特生前早就给他详解过这场赛事的规则：无禁区格斗举办地在瓦莱德霍普，结合剧本应误修正。说白了，就是各路格斗高手同台厮杀，没有多余规则，只用最擅长的招式击败对手。匹配逻辑简单又粗暴，用最能克制对方的格斗术，硬碰硬。而纳奥米一上场就要面临最难的开局，首战对阵摔跤手。卡特早就给他划好了重点：防抱摔要快速后撤，防腕锁就直接出拳反击，千万别陷入缠斗。而 Dirty Boxing 黑市格斗术就是他的脱困关键。卡特还特意提醒他，巴西柔术里力量是最大的平衡点，但真正能决定胜负的是预判和应对能力。说白了，拼的不只是拳头，还有脑子。卡特生前的一番话，直接撕开了地下格斗产业的遮羞布。这圈子就是一群有钱的混蛋在操控，他们把拳手当成赌注，赌的是人命。而这场赛事之所以藏在地下，根本原因就是没人敢批准这样的比赛，没有监管，没有底线，只有资本的贪婪和暴力的碾压。就连举办赛事的大会堂也因为监管压力越来越大，变得不再方便那些大佬操控比赛。这也暗示着这场系统性的腐败已经走到了崩塌的临界点，而纳奥米终将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剧情推向高潮，父女俩跨越生死的终极对峙，堪称全片最戳人的名场面。纳奥米当着所有人的面坚定地宣告，我绝不会故意输拳。他要替卡特完成未尽的尊严，也要为所有被操控被伤害的拳手讨回公道。
而卡特生前的理念通过回忆呈现的回应，更是点醒了所有人。我永远不会要求任何人故意输权，那样一来，整个格斗圈的底线就彻底没了。他还特意强调，拳手的尊严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刻，父女俩的价值观完美契合，复仇的动机也彻底升维。那奥米要做的不只是击败鸣笛，为卡特报仇，更是要彻底终结这个被资本和暴力操控的体系，还给所有拳手一个公平。最后，卡特生前留下的指令下达了最狠的驱逐令：以后谁再敢提鸣笛，再敢提那个杀人怪物，我就把你们全都扔进沙漠的黑洞里。这句话标志着他们从被动防御彻底转向主动清算，一场正义与黑暗的终极对决正式打响。结局来得既温暖又有力量，是传承，是救赎，更是新的起点。那奥米最终接受了父亲的提议，前往小木屋休整，不是退缩，而是放下心中的执念，重建身心，为最后的决战蓄力。这也是他与自己与过去的和解。而最戳人的细节的是，纳奥米透露，自己的儿子名叫卡特，以逝者之名，成战斗之志。卡特的意志以血脉的方式延续，那些未完成的正义，终将有人继续坚守。最后，卡特生前的一番话道尽了这部电影的核心：所有的训练在求生的意志面前都只是次要的，内心最强大的人才是最厉害的拳手，也是最真实的拳手。Hands 2026讲的不只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格斗，更是拳手的尊严与资本的对抗，是父女间的羁绊与传承，是黑暗中的坚守与救赎。总结一下，这部电影全程高能，从父女互怼的日常，到阴谋揭露的反转，再到拳拳到肉的对决，每一段都让人肾上腺素飙升。幽默的对话缓解了剧情的压抑，而拳手们的坚守又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。没有绝对的主角光环，只有拼尽全力的坚守。这就是格斗的意义，也是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。拳头可以被打败，但尊严永远不能被践踏。